大家好，我叫喬安。今天我分享的一個 NIV 的成功案例，將會顛覆大家對於 NIV 申請的要求的認知。這個申請人在北美一個大廠工作，有碩士學位，並沒有博士學位，有大家所認為的這幾個看起來很明顯的硬傷。這幾個硬傷包括申請人是沒有論文的，申請人是沒有專利的，頻繁跳槽，並且他很擔心自己來申請澳洲移民的動機是什麼。比如說他在德國有工作過，他在北美也工作過，但是這些國家的待遇都很不錯，那他動機是什麼？我們今天來逐一拆解關於這幾個看起來大家認為是硬傷的這個條件，為什麼我們最後能夠克服，並且讓申請人順利拿到綠卡。第一個就是大家所認為的沒有論文。那麼在學術界跟工業界，它的要求和它展現個人成就的標準是不一樣的。如果在學術界，我們比較看重的是這個論文的質量，在何種雜誌上面是不是有 citation，H-index 到底是多少，就是它對於知識層面的理解非常非常關鍵，就是 bridge knowledge gap 這件事情。那麼在工業界的創新是否單一的以論文來評價？那當然很多人在工業界的時候呢，也會發表論文，但是我們認為在工業界的工作裡面，最重要的其實並不是論文，而是個人在公司當中的一個創新行為。它創新行為可以是在內部的一些創新行為，比如說雖然說他寫的代碼成就上以及所有者是屬於公司的，但他的做事的方式 methodology 以及他对接的客戶每一個狀態它都是不一樣的，這就導致他創新性不只是以這個工具就是論文來展示他創新性，它可以是以技術創新、內部創新，從零帶隊組建一個團隊，以及它的結構架構這個方面的創新，這是第一點哈，是不是必須的？對於工業界來說，論文其實並不是必須的，因為這個 NIV 它最重要的一個點呢是創新，在工業界的創新將以技術創新為主要核心。第二點，很多人會擔心，那麼又說到創新了，很多人就擔心說 OK 完全沒有專利，這個專利是不是一個必須條件？那麼什麼樣的專利？當然我們都知道分量哈，比如說一個是技術型的創新，外觀的創新以及設計上的創新，什麼樣的創新是對有意義的？如果對於一個 chair 來說，椅子來說，它的設計的創新是非常關鍵。那麼但是对技術的創新來說，是不是只以單一的專利來展示它創新？它也不是。那麼在這個申請人成功的案例當中，我們重點抓住了是它算法裡面的对於大數據的一些整合，然後的話呢，針對於這個大廠它自己目前遇到的一些困難和問題，相信我們都知道的是，大部分的大廠都不斷的要面臨創新，因為他們競爭者是非常之多的。那麼自然一個人他在創新的崗位上做出来的項目自然是带有創新性，主要在於我們怎麼樣敘述這件事情。第三個大家認為會有硬傷的，就是有些申請人呢，他為了職業的規劃頻繁的跳槽，他可能從一家公司跳另外公司，並且他的職業方向呢是有略微的變化。那麼他們很多会擔心，申請人會擔心說，我這個頻繁跳槽到底對於 NIV 的申請是不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缺點？當然這個簽證大家請注意，簽證是不一樣的。如果申请的是雇主擔保簽證，那麼雇主擔保簽證它要求的是申請人必須要在固定的那個職位上，固定的 occupation 上面工作至少超過3年時間。那當然工作原則上1年时间就可以了，但是为了证明这个申请人他是有工作经验的，其實他的工作3年时间必須要持續不斷的在一個工種上工作，這是雇主擔保簽證。但對於 National Innovation Visa 來說，跳槽你要怎麼敘述這件事情是非常之關鍵的，甚至於如果一個申請人在不同的領域的跨領域的申請，其實對他是一個加分項，他對於一些深耕於那個領域的人來說，反而是有一個優勢的。
這要在於你怎麼樣講述這個事情，你怎麼樣子，可能你的業務當中有 to B 的業務，可能你下一次跳槽的公司裡面又是 to C 的業務，可能你之前是做的是底層代碼，最後你做的是銷售的工作，這也是有非常可能性的。這個跳槽到底是对你的職業發展的趨向是什麼樣一個發展，是很關鍵的。怎麼講述這件事情非常重要。那麼說到最後一點，特別是北美的申請人，大家會很擔心，因為在北美工作呢，工資本身確實比澳洲要高很多，并且的话呢，它的就業機会也比澳洲大。那麼他们很多擔心的是，那我怎麼跟澳洲移民局說我真的會來澳洲來工作？我的動機是什麼？對於我們來說，大家要了解到，我們澳洲目前最新數據顯示，我們大概是2500萬個人口，是比較少的。我們重點的行業包括農業和礦業，但是我們在科技方面是相比之下落後於國內以及北美的。那麼在這個公司申請人在一個公司裡，大廠公司它處理的數據量遠遠超過了澳洲本地的一些企業的公司，所以我們要展示的是他怎麼利用自己在這個大廠工作的槓桿效應，為澳洲公司服務，為澳洲的這個技術行業服務。你的動機如果說只是說找一份職業跳板，那麼對於澳洲的 NIV 來說是遠遠不夠的。但是如果你的動機是為了澳洲的這個技術行業增量，那麼這個的動機恰恰是符合 National Innovation Visa。今天我分享的是一個成功的案例，一個北美的案件的申請人，并且他非常之年輕，本身沒有 PhD 没有 PhD， 沒有論文，沒有專利，頻繁跳槽，而且的話他在不同的國家短暫的都工作過，他已經順利拿到綠卡了。任何申請人如果有這方面的疑問的話，可以嘗試的跟我們聯繫，來我們做一個簡單的分享。